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气缸床垫，这是缸盖，这是上座，气缸床垫在这边，在上盖跟气缸的接缝处那边。为什么要聊那个？因为那个对一颗引擎来讲非常重要，它必须维持冷却液跟油道的密封性，还有缸体本身的密封性。那会导致气缸床垫损坏，基本上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高温。因为气缸床垫一般来说，气缸床垫它是2到3层金属薄片下去压制而成。那因为它就是很薄，而且它有夹层在。如果你因为高温导致它的那个夹层出现扭曲，甚至你因为高温导致你的缸体跟上座中间的那个平面跑掉的话，都会导致水开始往那边渗。然后久而久之，可能一开始可能不会吃水，但是久而久之，那个水在气缸床垫的夹层内残留的话，久而久之，那块气缸床垫就会开始锈蚀。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水箱水使用错误。所以我之前因为我已经拍过很多片关于水箱、副水箱还有整个水道系统的影片，我印象中我几乎在那些影片里面都跟各位聊到，千万不要用自来水，甚至不要只加自来水进到水箱，因为自来水里面它的杂质太多，然后在高温下它很容易造成水垢，会堵塞水道，影响水流的顺畅外，还会影响到一些周边的零件，譬如说节温器，就是水龟，然后水箱盖，这两个零件只要一生锈，开始作动异常，譬如说节温器好了，节温器它可能关不紧，或者说它那一支石蜡的那一支推杆如果生锈，它可能会导致你节温器的开启就不是那么顺畅，可能会变成温度要超过它的设定以后，它才有那个力量把它推动，或者就是直接卡死不开，要不然就是关不起来。然后水箱盖也一样，因为水箱盖它也是有一个弹簧，就是压住水箱嘛，让水道里面的压力大于平地的气压，也就是说帮水道加压，去提高冷却水沸腾的温度。所以说当然啦，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在马路边或者荒郊以外突然发现引擎温度偏高，然后检查的结果是因为缺水的话，这个时候真的没办法，找到什么水就加什么水了，然后赶快开到保养厂，或者是赶快到可以维修的地方，尽量把整个水道的水全部漏掉，清洗一遍以后，再加正确的冷却液进去，以维持整个水道里面的干净。因为冷却液它本身它有润滑、清洁、防锈，还有抑制气泡的产生。因为水沸腾，它就会产生气泡，然后那些空气很容易受热影响。其实水道里面温度会突然升高，要么就是没有水，缺水的情况下，就是水道里面空间变大了，可能那些空间就变成是空气在占据，然后空气又很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就会更加的热。
所以水温就会很迅速的升高。加上最近天气这么热，越来越热，随随便便都是40度以上。这几天啊，那以气缸床垫来说，如何去判断气缸床垫是否出现损坏？一般来说，气缸床垫的损坏一定会伴随着高温，不管是你的冷却液用的不正确，导致气缸床垫锈蚀、穿孔，导致爆炸的压力往水道窜，或者说水道跟油道之间的那个床垫锈穿了，就是变成会混。那如果是水道跟油道的话，很简单，你就是看水箱，你把水箱盖打开，你去观察有没有油的现象，因为这个会，因为你渗油的你水道跟油道相通，它渗漏的情况多或少，而会有所差异在，但是基本上只要水道跟油道混在一起了，要么就是水箱盖打开，你会看到有油的那个光彩，那个油膜的颜色反光；要不然就是开机油盖或者抽油尺，你都可以发现，油水混合的现象，就是像咖啡状啊、奶茶那种颜色。那这个是水道跟油道混合。那这个的解决方式就是观察这2点，然后解决的方式也就只能更换气缸床垫。多半水道跟油道混合的话，对缸体本身、对引擎本身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我的感觉啦。因为你只要不是过度高温，或者说混得太严重，你只要及早发现，赶快做处理，处理完以后把气缸床垫换掉，基本上伤害都不大。反倒是水道窜到气缸内，这个我觉得会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很直接的就会影响到高温，速度会上升得很快。那正常来说，如果水道跟气缸串在一起的话，基本上来说，你副水箱的水，也不能说副水箱啊，因为副水箱它会少水的原因很多。像我之前拍过一片，我是因为这支回水管里面堵住，导致它水出来以后吸不回去，然后可能高温，然后引擎的温度就一直偏高，然后导致水蒸气就一直冒掉。因为以日系车来讲，日系车它这边不是封闭式的，你直接可以看到它的盖子其实很松，如果里面压力大一点，它就直接就漏掉，水蒸气就直接跑掉了。原则上，水道跟气缸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水箱的水会减少，但是你只要水箱盖正常的话，副水箱的水跟回水管如果都正常的话，也是一直会少水，而且少的速度会蛮快的因为燃烧室里面的温度非常高，它今天如果真的跟水道串在一起的话，它爆炸一次，它就可以蒸发掉它就可以让蛮多的冷却水气化掉，然后当它在下行吸气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把水往气缸内吸，但是这个也是要看到底你水道跟气缸那个裂缝有多大。然后还可以透过检查火星塞，或者说把火星塞拔起来，从火星塞孔往里面看。这个时候如果你是4缸，我是建议4个火星塞要拔起来。
因为我之前我有拍过一篇，我有提到，我一度怀疑我的引擎就是气缸床垫有问题，因为有一阵子我突然发现我的副水箱水会减少，但是速度非常慢，然后我是一度怀疑我是气缸床垫冲掉。那一次我做的检查就是我把4颗火星塞都拔起来。拔起来以后，我先观察火星塞，它那个点火头就是那个电极，看它的颜色有没有正常。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水真的进到燃烧室以后，它爆炸以后，其实冷却水会有绿色、红色或其他颜色，那都是因为里面有加了色素。所以如果真的是水进到燃烧室以后爆炸烧掉，它应该会在火星塞头的那个电极处会有颜色的反应，或多或少，那也是要看你漏水的量的大小。那一次我是4个火星塞拔起来看，我都看不到，都没有颜色，任何轻微的颜色反应我都看不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是观察我的燃烧室，就是活塞顶。我发现我4个活塞顶都很干净。原则上来说，如果只是很单纯的水道跟燃烧室串在一起的话，它可能会造成1到2个气缸内的活塞顶的积碳会减少。举例就是可能正常来讲，你4个气缸，要么就是4个活塞顶的积碳几乎都差不多，你要么就是4个都有积碳，要么就是4个都没有，这个都是比较偏向于正常的状况。但是如果你观察到1到2个缸会出现积碳比较少的现象，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水燃烧后会产生氧，然后氧它有帮助清积碳的效果，所以这就是导致为什么积碳会减少的原因。也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个观察点。然后我那一次是我4个缸都很漂亮，4个缸都没有积碳，都很干净。我记得我有拍给各位看，那我就一直怀疑，不可能4个缸一起漏水啊！如果真的是4个缸都漏水的话，那车子再开起来，一定会有或多或少，一定会有很奇妙的反应。如果你开车属于比较敏感的那一类的朋友的话，你再开起来一定会觉得车子有点怪怪的，可能说不出来的怪，但是它就是怪。但是我再怎么检查，我再怎么回想，我的车子一向以来都很好开，一触即发，然后行驶间干什么都很正常，都很好开，除了偶发性怠速会不稳外，这个好像是Tierra本身的问题。Tierra与沙姆好像本身就存在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我的怠速马达太久没有洗了，或者EGR那边也太久没有洗了，这个有可能。然后我整个检查完一遍以后，我怎么想，要么就是接口处上下水管啊，或者一些铁水管的接口处那边也有可能可能铁水管有锈穿啊，或者说接缝处这边可能会有泄漏。但是在引擎在熄火的状态下，不管是刚开完或者是冷车的时候，我怎么看我都看不出来有漏水的痕迹。因为毕竟这些地方如果出现漏水的话，也是一样，它或多或少会有冷却液的颜色。比如说你是绿色，可能你就稍微会看到有一些绿色的痕迹，绿色的颜色，但是我怎么看都没有。甚至它下方因为漏水，它到一个一定的量以后，它会往下滴落嘛。我基本上我也都看完了，几乎我能够看的我都看完，就是看不到有任何的颜色的残存
我真的看不出来。然后我后来又观察了蛮长一段时间，我唯一能够找到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天气太热。因为我的水箱水你看哦，我好像1年多前吧，有拍给各位看，我的水箱水原则上都维持在上限，然后它现在在上限到下限之间，中间偏上啊，就是上下限的中间偏上。那试想哦，我这个水量我大概从上一次换完水以后，我印象中我拍那边换水好像也1-2年了吧，我期间我都没有加过水，它就是这样子。1-2年内耗损掉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正常。因为第一，我的散热系统它不是压力式的，它直接就是对大气，那就是有可能当温度上升，然后散热系统开始进行大循环的时候，它会把多余的热水往这边排，那相对的热水温度就会比较高嘛，或许会有些许的水蒸气可能就顺着盖子盖不紧啊，然后这个排水管直接就偷偷的跑掉，然后久而久之就是慢慢的会减少。如果是压力式的话，像欧洲车啊，或者欧美系统的车子多半都是压力式的散热系统。压力式就很简单，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水箱上面没有这个盖子，没有水箱盖，然后反倒是你的副水箱它会有一个像多数来讲都是像那种有点像饮料瓶的那个盖子，它就是你必须去锁紧，那个都是压力式的。反倒是如果你是压力式的散热系统，你发现你的副水箱少水，那这个你们就要注意了。因为照理来讲，它压力式的就表示它整个散热系统都是密闭式的，它正常来讲，它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那些高温气体跑掉，所以正常来讲，它一定是累积在系统里面，所以它不可能会消失。所以压力式的散热系统，如果一发现水量减少，就要赶快做检查，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下，你今天不管压力式的或者非压力式的散热系统，你在这种高温情况下，引擎又是这么高的温度下，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可能，尤其现在，其实说实在话，现在就算是电子式的水温表，我觉得准确率也是，准确率可能也是没有那么高啦，也是会有误差值可能也蛮大的。反倒是像我们这种旧型的车子，它的指针的误差性会比较高，所以我有加装一个水温表。长期以来，我的水温、油压、油温，原则上绝对都是在正常范围内，所以那一次我只能。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合理判断，我这台车真的水就是蒸发掉，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地方。那以气缸床垫来说，会损坏的几率除了高温跟气缸床垫本身因为锈蚀产生的裂缝外，高温就是钢体变形嘛，那个平面跑掉，但是这个都会因为你钢体平面它跑掉的程度，或者气缸床垫锈蚀的程度，会有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可以从
周边其他的零件状态，去观察出一些端倪在，可以进而做到提早防范。原则上啊，基本上你只要缺水，多半都是不正常。你一定要赶快找出为什么会少水的原因。你不是胡乱随便找哦，你一定要很仔细。如果你是自己 DIY 的话，或者说你是送去保养厂的话，送保养厂，我真的建议不要只听人家的口碑。很多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家店进去的都是什么车，进去的都是什么人，甚至你车子开过去，你请老板或师傅帮你看的时候，你跟他们交谈，或多或少都能知道这家店面它到底的功力，它的功力到底大概到哪里，大概都听得出来。他如果因为毕竟你开进去请他们看，他们都不动手的情况下，跟他们交谈问一下，你或多或少都能知道他的修复的功力到底大概到哪里呀？而且这个又不花钱，你只要他不要帮你拆东西，你就是请他看一下、问一下、跟他交谈一下，这个都不用花钱。可能很多朋友喜欢 DIY， 尤其现在这种工钱比材料费贵很多的情况下，我相信会越来越多人会自己动手下去做一些维修，不管是车辆、摩托车，甚至家电，甚至一些家里的一些里里口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人做这方面的 DIY， 无非就是省钱，要不然就是兴趣。所以在 DIY 之前，或者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之前，因为网络现在很发达，你们可以透过网络打入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很多比较符合你问题的一些建议。但是要注意哦，我自己的感想啊，网络上真的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影片，他会避重就轻的跟你讲一些维修的方式，或者说他可能会拍前面拍后面，他省略掉了中间的拆装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拆装过程才是重点，而且有些拆装他都不讲话，你只知道他在拆某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拆的过程中那个细节在哪里。可能这也就是我的影片常常会被人家说废话太多的原因。其实我的影片我讲话的几率很高，然后我不否认，我可能会跑题，我可能会譬如说我在讲某个东西的维修的时候，我会聊一些别的东西，因为这段期间没有什么好讲的，关于维修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不可能说让整个影片就浪在那边，就空空的在那边，就看到一双手在那边拆来拆去，我觉得这种影片很无聊。然后我希望跟各位朋友有比较良好的互动，可是我可能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啦，这个就是今天如何去检查气缸床垫是否有出问题的几个简单的步骤。实际的状况可能还是要因各位你们车子出现的一些故障反应下去做判断，这个才会比较准。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